爷爷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只有一个废弃的地洞，爸爸嫌它潮湿，只当成地窖，放些土豆和红薯。当末日降临，丧尸围城，这个地洞却成了我们一家三口最坚固的堡垒。此刻，男友江哲的电话打爆了我的手机。微微，开门吧，求你了，我妈快撑不住了。林薇，你忘了当年是谁借钱给你妈做手术的？做人不能没良心。我攥着手机，指甲陷进肉里。那笔钱，我毕业第1年就还清了，一分不少。江哲的哀求瞬间变得恶毒。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这破洞能保你一辈子？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滚出来。电话挂断，我看着监控里江哲和他父母狰狞的脸，还有他们身后那只被铁链拴住瑟瑟发抖的金毛，那是我的狗，叫年糕。林薇，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给我滚出来！刺耳的叫骂通过扩音器传来，在地洞里回荡，震得墙壁上的土都簌簌往下掉。我妈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嘴唇发白。他们怎么能这样？怎么能？我爸扶住他，把一杯温水塞进他手里，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背。监控屏幕上，江哲的母亲刘芬正拿着一个红色的大喇叭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破口大骂。她穿金戴银，即便是在逃难，脖子上的金链子也晃得扎眼。大家快来看啊，这家姓林的心有多黑啊！我们家江哲跟他谈了5年恋爱，给他买包买手机，供他上大学。现在末日了，他自己躲进地洞，就不管我们一家死活了。这种女人谁敢要啊？忘恩负义，蛇蝎心肠。我看着屏幕里那张扭曲的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胡说八道！我上大学的钱是助学贷款，什么时候用过他家1分钱？我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冲出去撕烂他的嘴。微微，别冲动。我爸按住我的肩膀，爸爸的话让我有了一丝冷静。跟疯狗计较什么？他就是想激你出去。刘芬骂累了，江哲就接上。他不像他妈那样撒泼，走上前把脸凑到摄像头前，摆出一副心碎欲绝的模样。微微，你真的这么狠心吗？你忘了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一起许下的愿望了吗？你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现在外面都是怪物，我好怕，我真的好怕。你就让我进去，让我待在你身边，好不好？他的表演深情款款，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他刚才电话里的威胁，我几乎就要信了。我冷笑一声，按下了地洞与大门监控连接的通话按钮。江哲，你是在演话剧吗？我的声音通过院子里的喇叭传出去，清晰又冰冷。是的话，麻烦你演得真一点，眼泪都没有一滴，太不专业了。江哲的表情瞬间凝固。刘芬一把抢过话头，对着摄像头尖叫：你个小贱人，你还敢说话？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有种你开门啊！你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我告诉你，林薇，今天你要是不开门，我就让你社会性死亡！他说完，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叠照片，狠狠地摔在摄像头前面。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林薇，为了钱什么都肯干。照片散落一地，有几张被风吹得贴在镜头上。那是我大学时为了赚生活费去做漫展模特拍的一些角色扮演照片，有些尺度是稍微大了一点。这些照片当初是江哲哄着我说留作青春纪念才拍的，现在却成了他母亲攻击我最恶毒的武器。不要脸的东西，小年纪就不学好，拍这种照片，我们江哲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你爸妈怎么教你的？教你卖身上大学吗？不堪入耳的辱骂一句句传来，我妈再也撑不住，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我爸连忙掐她的人中，地洞里一片混乱，而外面刘芬的叫骂还在继续，一声比一声恶毒，一声比一声刺耳。我冲到操作台前，抓起对讲机，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闭嘴！你给我闭嘴！刘芬听到我的声音，反而更得意了。怎么急了？知道丢人了？我告诉你，这只是开始，你不让我们活，你也别想好过。她嚣张的笑声穿透了厚厚的土层，钻进我的耳朵里。我死死盯着屏幕，看着她那副得意的嘴脸，看着旁边江哲那默许甚至带着一丝快意的神情。我爸安顿好我妈，走过来关掉了通话。别听了，他递给我一块毛巾，把耳朵堵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我接过毛巾，却堵不住那钻心的屈辱和愤怒。看着监控里那条被拴在门柱上的金毛年糕，不安地刨着地喉咙里发出呜咽。它好像知道它的主人正在经历什么，一夜无眠。我妈醒来后就一直沉默地坐着，不说话也不看我。地洞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爸默默地检查着通风设备和物资储备，用行动驱散着凝固的空气。外面的叫骂声停了。我调出监控，看到刘芬和江哲的父亲坐在自带的折叠椅上休息，江哲则靠在院墙边抽烟。他们似乎很有耐心，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我记得重生前末日爆发了整整半年，我们一家因为食物耗尽被人从家里赶出去，那些人抢占我们的房子，只是为了楼顶的太阳能板。而这一世，我们提前躲进了爷爷留下的地洞，囤满了物资。我以为能安稳度日，却没想到最大的威胁不是丧尸，而是我曾经最爱的人。江哲和我谈了5年，大学4年，异地1年。我以为我们是真爱，可以战胜一切。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他对我所有的好都标好了价码。
他会记得我随口一提想吃的蛋糕，第二天就跨越半个城市买来给我，然后在朋友圈配文，下面是他朋友们清一色的哲哥牛逼，嫂子好幸福。他也会在我拒绝陪他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业酒会时瞬间变脸。微微，我带你出去是给你脸，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穿的那么寒酸，我给你买衣服，给你买包，让你看起来像个人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我只是喜欢你听话，喜欢你这副清纯又好拿捏的样子。每次争吵都以我的妥协和道歉告终，他会把我抱在怀里，温柔地哄我。宝宝，对不起，我刚才口气太重，我只是太在乎你了，我是为你好。你想想，你跟我在一起，以后吃穿不愁，多少人羡慕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爱，是洗脑。他不是爱我，是爱那个对他百依百顺、能满足他掌控欲的宠物。监控里，江哲掐灭了烟，又走到了摄像头前。他换了一副策略，不再卖惨，而是开始回忆过去。微微，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在图书馆，你当时在找一本《百年孤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帮你找到了，你对我笑，说谢谢。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完蛋了。你忘了你生日那天，我为你点的满城烟花了吗？你忘了我们说好要一起去冰岛看极光的吗？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生锈的刀，在我心上来回的割。那些曾经让我感动到落泪的瞬间，如今都变成了让我恶心反胃的筹码。我没有回应，沉默是最好的武器。见我没反应，江哲的耐心似乎耗尽了，他脸上的温柔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冷的算计。林薇，你真的要这么绝情？你忘了你高三那年，在学校被人堵在巷子里，是谁帮你解的围吗？你忘了你当时哭着对我说，以后我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吗？我的身体猛地一僵，那是我最不愿回首的记忆。高三晚自习后，我被几个小混混堵住，是路过的江哲报了警，救了我。从那以后，我对他死心塌地，可他现在却拿这件事来威胁我。你答应过我的。他的声音透过喇叭，带着一丝残忍的笑意。你说过你会报答我的，现在就是你报答我的时候了。开门！我死死地咬着下唇，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我爸看不下去了，他拿起对讲机，声音沉稳：江哲，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女儿不欠你什么，当年那件事，事后我专门去谢过你，也给了你家5万块钱感谢费。你现在拿这件事来要挟，不觉得太卑鄙了吗？江哲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爸会知道这件事。刘芬立刻冲了过来，抢过话头：老林，你什么意思？5万块钱就想买我儿子的救命之恩？我告诉你们，今天不开门，谁都别想好过。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指着监控恶毒的大笑起来。对了，林薇，你不是最爱干净、最要面子吗？你说，如果我把你每个月都要用痛经贴，而且有严重脚气的事情，用大声公告诉全村人，会怎么样？大家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仙女，其实是个又脏又臭的邋遢鬼？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断了。我冲到监控前，看着他和他母亲那2张丑陋的嘴脸。江哲、刘芬，你们会后悔的。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平静。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后悔的。我的威胁在他们听来只是一个无力的笑话。刘芬笑得更大声了。后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们后悔。一个躲在老鼠洞里不敢出来的缩头乌龟也敢说大话。说完，他真的拿起大声公，开始广播我那些最私密的隐私，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妈捂着耳朵，泪流满面。我爸则默默地走到房间角落，从一个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扳手，开始加固地洞的铁门。我关掉了监控的声音，世界瞬间清静了。但我知道那声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隔绝在了外面，像无数条蛆虫试图钻进这个安全的堡垒。僵持到了第3天，他们的食物和水似乎快耗尽了。江哲的父亲，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的男人，开始在院子周围转悠。突然，他停在了院子角落的狗窝旁。我的心猛地揪紧。年糕！我发出一声惊呼。前2天，年糕一直被拴在院门口，我还能在监控里看到他，但从昨天开始，他就不见了。我以为是江哲他们把他带到别处了，现在看来，他一直被关在狗窝里。江父打开狗窝，粗暴地把年糕拽了出来。年糕发出一声哀鸣，他饿了2天，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江哲走了过去，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他蹲下身，摸了摸年糕的头，动作温柔的像是在抚摸情人。微微，你看。年糕多乖啊！他对着摄像头露出了一个残忍的微笑。他一定很想你吧？你说，如果我把他吊在门口，那些外面的怪物闻到血腥味，会先吃掉他的哪一部分呢？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不，江哲，你不能！我疯了一样扑到操作台前，对着对讲机嘶吼：你放了他！你有什么冲我来？冲你来！江哲笑了起来。可你又不出来，我怎么冲你来呢？微微，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开门。或者看着你的宝贝年糕被活活咬死，你选一个。他把绳子的一头扔给了他父亲。江父会意走到院子门口，把绳子往门前的歪脖子树上一抛，年糕被吊得4脚离地，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不远处，几只游荡的丧尸闻声开始蹒跚着朝这边走来。不要！我哭着拍打着监控屏幕，
指甲在上面划出刺耳的声音。爸妈，求求你们，让我出去，让我救他。我妈抱着我，泣不成声。不能去啊，微微，你出去了就是送死啊！那是一条狗，我们是人啊！我爸站在一旁，紧紧地攥着拳头，一言不发。我知道他们说的对，不能为了年糕搭上我们一家3口的性命。可是年糕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是我从收容所领养回来的，它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孤单的夜晚，它是我的家人。江哲，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诅咒他，他却只是冷漠地看着。倒计时19、8，丧尸越来越近了，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们腐烂的脸，空洞的眼眶。年糕在半空中疯狂地挣扎，哀嚎声划破天际。7、6，我开门，我崩溃了，吓得喊道：“我什么都答应你，你放了他！”江哲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早这样不就好了？他示意他父亲把年糕放下来。我跌跌撞撞地冲向地洞的出口，手放在了沉重的铁锁上。微微，不要！我爸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大的惊人。你冷静点，这是陷阱。我知道，我哭着回头看他，可我不能看着年糕死。爸，我求你了！你出去了，我们怎么办？我爸的声音也带上了哽咽。我们一家人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我们3个人在狭小的出口处拉扯着，而监控屏幕上，江哲似乎失去了耐心。他从他父亲手里拿过一把柴刀，一步步走向刚刚被放下来、趴在地上喘息的年糕。林薇，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他举起了刀，不！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刀光落下，鲜血溅满了整个屏幕。我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我在一片冰冷中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洞顶部昏黄的灯泡。我妈坐在我身边，眼睛红肿的像2个核桃。我爸站在不远处，背对着我，肩膀在微微颤抖。年糕，我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记忆回笼，那片刺目的红色再次占据了我的脑海。我猛地坐起来，不顾一切地冲向监控台。屏幕上，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滩暗红色的血迹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江哲和他父母都不见了，他们人呢？我抓着我爸的胳膊，急切地问。走了。我爸的声音很沉。他们把年糕……我问不下去，我爸沉默了。我妈别过头，开始无声地掉眼泪。答案已经不言而喻。我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瘫倒在地。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地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我们3个人压抑的呼吸声。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爸叹了口气，把我从地上扶起来。微微，别想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好好活着，连同年糕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我麻木地点了点头，恨意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狂滋长，把我整个人都包裹得密不透风。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哲、刘芬、江父，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再也没有看到江哲一家人。村子里很安静，偶尔有几只丧尸游荡过去，但很快又会离开。我们靠着充足的物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爸教我怎么使用工具，怎么维修设备。我妈开始在地洞里开辟出一小块地方，尝试用水培法种一些蔬菜吃。我每天都会去跑步机上跑1个小时，一边锻炼身体，一边为地洞发电。我把所有的悲伤和愤怒都转化成了汗水。我必须变强，只有变强，才能保护我的家人，才能报仇。这天晚上轮到我值班看监控，我正吃着一碗泡面，监控画面突然闪了一下，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我家院墙外，是江哲。他看起来很狼狈，衣服又脏又破，脸上还有几道划痕。他左右看了一圈，确认没人后，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串钥匙。他拿着钥匙熟练地打开了我家院子角落里那个废弃多年的工具房的锁。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个工具房是爷爷在世时用的，里面堆满了各种杂物，最重要的是它的一面墙和我们地洞的入口是紧挨着的。他想从那里挖进来。我立刻叫醒了爸妈，我们3个人死死地盯着屏幕。江哲进了工具房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知道他一定在里面，像一只贪婪的老鼠，疯狂地啃噬着我们最后的防线。爸，怎么办？我紧张地问。我爸的表情异常凝重。别怕，你爷爷当初建这个地洞的时候，就想到了所有可能。他走到地洞最里面的墙壁前，在一块不起眼的砖头上按了一下，墙壁发出一阵轻微的击扩声，缓缓向一侧移开，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通道。这是……我惊呆了。备用通道。我爸说，走，我们先离开这里。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最重要的东西，准备从备用通道撤离。就在我们即将踏入通道的那一刻，监控画面里江哲的身影再次出现了。他从工具房里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他没有继续挖墙，而是走到了院子中央，对着摄像头缓缓地张开了手。他的手心里躺着一枚小小的银色的东西，那是一个 U 盘。林薇，你还记得这个吗？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带着一丝戏谑。你大学时所有的日记，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面。你说，如果我把它交给一个叫秃鹫的人，
会怎么样？秃鹫，我浑身一震，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末日拾荒者团队的头领，以残忍和变态闻名。我重生前曾听说过他最喜欢收集末日前各种各样的信息，尤其是年轻女孩的隐私，并以此为乐。江哲怎么会认识他？你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他？江哲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因为我马上就要成为他团队里的一员了。林薇，你和你家人的命，还有你所有的秘密，现在都在我手上。他举起 U 盘，在摄像头前晃了晃。开门，带着你所有的物资出来，做我的女人。或者我把这个交给秃鹫，让他带人来请你们。你猜他会对你更感兴趣，还是对你妈？他顿了顿，露出了一个恶魔般的微笑。对了，忘了告诉你，秃鹫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看起来干净又倔强的女孩了。畜生！我霸气的一拳砸在操作台上，坚固的金属台面都凹下去一块。我妈捂着嘴，浑身都在发抖，我却异常的冷静。爸妈，我们走。我拉着他们头也不回地走向备用通道。可是微微，那些东西，我妈担忧的看着监控画面。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的日记，我所有的过去，那些见不得光的和阳光下的。不重要啦，我打断他，跟命比起来，什么都不重要。尊严被践踏，隐私被曝光，这些我都尽力了。再来一次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我们一家人还活着，就总有希望。我们迅速通过了备用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在山体的背面非常隐蔽。我爸在出口处启动了机关，通道的石门缓缓关闭，和山壁融为一体。我们现在去哪？我妈茫然地问。去镇上。我爸指着山下的方向。我之前在镇上租了一个小仓库，放了一些备用物资，我们先去那里落脚。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爸早就留了后手。我们借着夜色一路前行，山路崎岖，但求生的欲望支撑着我们。走了大概2个小时，我们终于看到了镇子的轮廓。镇子上很安静，一片死寂。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游荡的丧尸，找到了我爸说的那个仓库。仓库不大，但里面五脏俱全，有压缩饼干，有瓶装水，还有一些简单的药品和武器，甚至还有一台小型的柴油发电机。爸，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我惊讶地问。你爷爷走后，我就开始准备了。我爸一边检查发电机，一边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做一手准备，总没错。”我们在仓库里安顿下来。虽然条件比地洞差了很多，但至少暂时安全了。我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一点。第二天，我爸出去探查情况，我和我妈留在仓库。我妈的情绪很低落，一直唉声叹气。都怪我，要是我当初不让你跟江哲来往就好了。妈，不怪你，我握住他的手，是我自己瞎了眼。那现在怎么办？江哲那个畜生，他不会放过我们的。他找不到我们的。我说，等爸回来，我们想办法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正说着，仓库的卷帘门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巨响，我和我妈吓了一跳。谁？我抄起一根铁棍，紧张地贴在门边。外面没有回应，紧接着又是几下猛烈的撞击，卷帘门被撞得凹陷变形。是丧尸！我妈惊恐地叫道。不对，丧尸的力气没这么大，也不会这么有规律的撞门。是人。我透过门缝往外看，外面停着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几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男人正拿着破门锤，一下下的砸着我们的门。其中一个赫然就是江哲，而在他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男人，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划到下巴的狰狞伤疤。是秃鹫，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突然我想到了什么，浑身冰冷。我的手机，从地洞出来的时候，我走得匆忙，手机忘在了操作台上。江哲一定是通过手机里的定位找到了这里。里面的人听着，秃鹫的声音传来，粗律又嚣张。我们老大看上你们了，识相的自己滚出来，还能少吃点苦头。不然等我们进去了，男的剁碎了喂狗，女的她发出一阵淫邪的笑声，就留下来好好伺候我们兄弟们。卷帘门在猛烈的撞击下已经摇摇欲坠。我和我妈退到仓库的角落，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绝望地看着那扇即将被破开的生死门。微微，你快跑！我妈突然把我推向仓库后面的一个小窗户，从这里爬出去。快！那你呢？别管我，你快走！我妈用尽全身力气想把我推出窗外。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卷帘门被整个撞开了，刺眼的阳光照进来，江哲和秃鹫一群人堵在门口，像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江哲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林薇，我说过你跑不掉的。他走到我面前，一把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现在你是我的了。他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狠狠的一口咬在他的手腕上。啊！江哲惨叫一声，松开了我。臭婊子，你敢咬我！他扬起手，一巴掌就要扇下来。住手！一声暴喝从门口传来。我爸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把消防斧，浑身是血，不知道是他的还是丧尸的。他像一尊门神，挡在了我们面前，想动我女儿，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秃鹫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爸，
他挥了挥手，他身后的2个手下立刻朝我爸围了过去。爸，小心！我爸的眼神很冷静，他虽然只是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但常年干体力活，身体很结实。他抡起消防斧，呼呼生风，一时间那2个手下竟然近不了他的身。江哲捂着流血的手腕，躲在秃鹫身后，怨毒地看着我们。爸，你快走，别管我们。我爸没有回头。傻孩子，爸怎么可能丢下你们？他的体力渐渐不支，动作慢了下来。一个手下瞅准机会，一脚踹在我爸的膝盖上。我爸闷哼一声，单膝跪地。另一个手下立刻上前，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消防斧，冰冷的刀刃架在了我爸的脖子上。爸！我和我妈哭喊着要冲过去，却被另外2个人死死按住。秃鹫走到我爸面前，用脚尖挑起他的下巴。老东西，骨头还挺硬。现在我给你个选择。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我妈，让你女儿跟我，或者让你老婆陪我这些兄弟们乐呵乐呵，你选哪个？我爸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在秃鹫的皮鞋上。我选你妈！秃鹫的脸瞬间阴沉下来。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抬起脚，狠狠地踩在我爸的手指上，咔嚓一声脆响。我爸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额头上青筋暴起，却没有求饶。爸，住手！我跟你走。我挣扎着，对着秃鹫喊：“我跟你走。”你放了我爸妈。秃鹫停下动作，转头看我。早这样不就好了？他走到我面前，伸出粗糙的手，在我脸上拍了拍。算你识相。江哲，他头也不回地吩咐道：“这2个老的碍眼处理掉。”江哲愣了一下。秃鹫哥，这怎么？我的话你听不懂？秃鹫的声音冷了下来。不，我马上就办。江哲从一个手下腰间拔出刀，一步步走向我爸妈。不要，江哲，你不能！我疯狂地挣扎。你答应过我的，你放了他们。我答应你。秃鹫笑了起来。我只是说让你跟我走，可没说要放了他们。末日里最没用的就是承诺。江哲已经走到了我爸妈面前，我妈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我爸则死死地盯着江哲，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江哲，你会有报应的。江哲握着刀的手在抖，他看着我爸，又看了看我，似乎在犹豫。废物，磨蹭什么？秃鹫不耐烦地吼道。江哲一咬牙，举起了刀。就在这时，仓库外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和丧尸的嘶吼声，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手下连滚带爬地跑进来。秃鹫哥，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好多丧尸。秃鹫脸色一变，立刻跑到门口查看。只见仓库外面不知何时聚集了黑压压一大片丧尸，少说也有上百只。而在丧尸群的后面有几辆军用卡车，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正在有条不紊地射杀着丧尸。是军队，是国家的救援队。我们有救了！我妈喜极而泣。秃鹫的脸色却难看到了极点，他知道他被当成清理目标了。妈的，算你们走运！他啐了一口，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撤！他一声令下，带着他的人从仓库后面的窗户跳了出去，转眼就消失在了小巷里。江哲犹豫了一下，也跟着他们跑了。临走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的让我看不懂。仓库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我们死里逃生，抱在一起，泣不成声。很快，外面的枪声停了，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看到我们愣了一下。你们是幸存者？我爸连忙点头。是的，长官，我们是这里的居民。军官打量了一下我们，又看了看仓库里的环境，点了点头。我是这次清剿行动的负责人，我叫秦风。你们安全了，我们会护送你们去安全区。他身后一个女兵递给我们水和食物，我接过一瓶水，大口的喝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喜悦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看着秦风，他年轻的脸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坚毅和沉稳，在那一刻，他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黑暗绝望的世界。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不经意地看向我，那种探究的带着一丝熟悉的打量，让我感到有些莫名的不安。我们跟着秦风的部队坐上了前往安全区的卡车，卡车很颠簸，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我妈靠在我爸的肩膀上，已经睡着了。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废墟，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你叫林薇。秦风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响起，他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我的身边。我点了点头。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他问。我仔细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是吗？他笑了笑，没再说话。车队行进了大半天，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停下休整，士兵们开始警戒生火做饭。秦风递给我一块压缩饼干，先吃点东西吧。谢谢。我接过来，却没有胃口。还在想那个男人的事，他问。我沉默了。江哲、秃鹫这2个名字像烙印一样刻在我心里。他们跑不掉的。秦风说，秃鹫这个团伙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次他元气大伤，很快就会被我们剿灭。那江哲呢？我问。那个跟着他的男人。秦风想了想，他不是秃鹫的核心成员，只是个想投靠他的小角色。不过他既然跟秃鹫混在一起，也一样是我们的清理目标。听到这里，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们吃完东西，准备继续出发。就在这时，一个士兵匆匆跑过来，在秦风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秦风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说什么？人不见了？是的，长官，我们搜遍了整个加油站都没有找到。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在刚才，负责看守的士兵被人打晕了。秦风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肯定是秃鹫的人干的，他们混进来了。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封锁加油站，所有人地毯式搜索，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秦风下达命令，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加油站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我心里也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那个不见的人到底是谁？能让秦风这么紧张？秦风安排了2个士兵保护我们，然后就带着其他人去搜索了。我坐立不安，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突然，我看到加油站便利店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正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7、8岁的小女孩，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扎着2个羊角辫，看起来很可爱，但脸上却满是惊恐。我走了过去，蹲下身，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的爸爸妈妈呢？小女孩抬起头，怯生生地看着我，不说话。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递给她，别怕，姐姐不是坏人。小女孩犹豫了一下，接过了糖。我跟爸爸走散了。她小声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姐姐帮你找他。我爸爸他很高很帅，他是个大英雄。小女孩说。我笑了笑，正准备再问，秦风突然冲了进来。他看到小女孩，明显松了口气，快步走过来，一把将小女孩抱进怀里。糖糖，你跑哪儿去了？吓死爸爸了！爸爸，我愣住了。这个小女孩是秦风的女儿。小女孩在他怀里哭了起来。爸爸，我怕有坏人。不怕不怕，爸爸在呢。秦风温柔地安慰着她。他抱着女儿转头看向我，脸上带着一丝歉意和感激。谢谢你，林维同志。这是我女儿，叫秦雨堂。她刚才……他的话还没说完，一只黑洞洞的枪口突然从便利店的货架后伸了出来，抵在了秦风的太阳穴上。秃鹫那张狰狞的脸从阴影里露了出来。秦队长，别来无恙啊！他笑得阴森。我们又见面了。整个便利店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秦风抱着女儿的身体僵住了，但他脸上却没什么惧色。秃鹫，你以为你跑得掉吗？跑？我为什么要跑？秃鹫笑嘻嘻地说，枪口却丝毫没有放松。我这不是来跟秦队长你谈笔生意吗？他的身后，江哲和另外几个残兵败将走了出来，手里都拿着武器。江哲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充满了怨毒和不甘。生意？秦风冷笑，我跟你这种人渣没什么好谈的。别急着拒绝嘛。秃鹫用枪管拍了拍秦风的脸。我呢，也不想跟解放军同志作对，我只想带着我的兄弟们找个地方好好活下去。我听说你们要去 B 市的安全区，那里可是全国最大的安全区，物资充足，固若金汤。我们兄弟几个也想去见识见识，不知道秦队长能不能行个方便，带我们一程？你做梦！秦风断然拒绝，那就是没得谈了。秃鹫的笑容消失了。秦队长，你可想清楚了，你自己的命不值钱，你女儿的命总该值钱吧？他用另一只手捏住了秦雨堂的脸蛋，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放开我女儿！秦风的眼睛红了。放开她可以。秃鹫说，你答应我的条件，我不仅放了她，还把这个女人也送给你。他指了指我，我看得出来你对她有意思，怎么样，一个换2个，这笔买卖划算吧？我浑身冰冷。在秃鹫眼里，我们都只是可以用来交易的货物。你休想！秦风咬着牙说。看来秦队长是铁了心要当英雄了。秃鹫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变得狰狞。既然这样，那我就只能先送你的宝贝女儿上路了。他说着，手指就要扣下扳机。不要！我尖叫出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躲在秃鹫身后的江哲突然动了，他猛地扑向秃鹫，一把抱住了他持枪的手臂。秃鹫哥，不要！他爸是 B 市安全区的总司令。江哲嘶吼道。所有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秃鹫也愣住了，他低头看着江哲，满脸的不可置信。你说什么？我说，秦风的父亲是 B 市安全区的总司令秦卫国。江哲吼道：“你杀了他，我们谁也别想活！”秃鹫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秦卫国这个名字在末日后的幸存者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也是 B 市安全区的最高掌权者。得罪了他，就等于在整个华夏都没有了立足之地。秦风也愣住了，他看着江哲，似乎没想到他会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救了自己。我同样震惊，我看着江哲，心里五味杂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救秦风，还是为了自保？秃鹫反应过来，一脚把江哲踹开。你他妈怎么不早说？他恶狠狠地骂道，但手里的枪却悄悄地放下了。看着秦风，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秦队长，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兄弟就是想跟您开个玩笑，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秦风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便利店外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是秦风的士兵们赶到了。秃鹫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知道他今天是在劫难逃了。眼珠一转，突然抓起离他最近的我，用刀抵住我的脖子。都别过来！他挟持着我一步步向后退。让他给我准备一辆车，加满油，不然我杀了他！秦风的眉头紧锁。秃鹫，你已经无路可走了，放了他，
我给你个痛快。少他妈废话！秃鹫吼道：“快去准备车！”江哲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被挟持的我，脸上闪过一丝挣扎。秃鹫哥，你放了他吧，我们投降，说不定还能争取宽大处理。投降！秃鹫疯狂的大笑起来，老子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江哲，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要不是你，老子现在已经到安全区吃香的喝辣的了。他怨毒地看着江哲，又看了看我。既然我活不成，那你们也别想好过。他突然发力，手里的刀狠狠地朝我的脖子划来。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砰一声枪响，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我睁开眼，看到秃鹫的眉心多了一个血洞，他圆睁着双眼，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开枪的是秦风，而在我身前，江哲张开双臂挡在了我的面前。秃鹫那把刀没能划到我，却深深地插进了他的小腹，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缓缓地倒在了我的怀里。江哲死了，死在了我的怀里。我看着他渐渐失去神采的眼睛，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没有恨，也没有爱，只是一片虚无的平静。他最后为什么要救我？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愧疚？又或者只是想在临死前给自己一个救赎？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这一切都随着他的死亡画上了句号。秃鹫的团伙被全数歼灭，我们重新上路前往 B 市安全区去。一路上，秦风对我照顾有加，他会把他的那份肉罐头分给我，会在我冷的时候把他的外套披在我身上。他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温柔，我爸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微微，我看这个秦队长对你挺有意思的，他人不错，又有本事，家世也好。你要是能跟他……妈，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经历过江哲的事情，他们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可我的心已经死了，像一潭死水，再也掀不起任何涟漪。几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 B 市安全区。高大坚固的城墙，荷枪实弹的士兵井然有序的街道，这里就像末日里的一片净土，让人感到无比的安心。秦风的父亲秦卫国司令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威严的老人，但看秦风的眼神却充满了慈爱。他拍了拍秦风的肩膀：“好小子，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位就是林威同志吧？”我点了点头。“你好，秦司令。”“不用这么客气，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我们被安排在一栋干净的公寓里，食物和水都由安全区统一配给，虽然不丰盛，但足够温饱，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我爸很快就在安全区的后勤部找了份维修工的工作，我妈则加入了妇女联合会，负责照顾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只有我还停留在过去。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跟人交流。秦风每天都会来看我，他会给我带一些安全区里稀有的水果，会给我讲一些外面的趣事，试图让我开心起来。可我总是礼貌而疏远地回应他。这天他又来了，手里拿着一束在温室里精心培育的玫瑰花。“林威，明天是安全区成立1周年的纪念日，晚上有篝火晚会，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我看着那束娇艳的玫瑰，沉默了很久。“对不起，我不想去。”他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没关系，你好好休息。”他把花放在桌上，转身离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闪过一丝不忍。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可是我配不上他。我的心已经千疮百孔，我不想也不敢再把另一个人拉进我这片黑暗的泥潭里。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洞。江哲、刘芬、秃鹫，一张张狰狞的脸在我面前晃动，年糕的惨叫声，我爸妈的哭喊声在耳边回响去。我从噩梦中惊醒，浑身是汗，我再也睡不着，索性穿上衣服走出了公寓。深夜的安全区很安静，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墓地前。这里安葬着在末日中牺牲的英雄和不幸遇难的平民。我在一块墓碑前停下，上面没有照片，只有一个名字：江哲。原来他也被安葬在了这里。我看着那块冰冷的石碑，站了很久。一阵冷风吹来，我紧了紧衣服，正准备离开，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墓地的另一头走了过来，是秦风。他手里也拿着一束花，白色的菊花。他走到一块墓碑前，放下花，静静地站着。我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那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苏晴，而在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秦风之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结婚了，我的身体僵在原地，无法动弹。秦风有妻子，那他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又算什么？又是一个江哲吗？巨大的荒谬感和被欺骗的愤怒瞬间将我淹没。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转过身来，看到我，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你都看到了？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她叫苏晴，是我的妻子。他走到我面前，声音低沉。3年前，她在一场维和任务中牺牲了。
我依然没有说话。所以呢，你想说什么？你想告诉我，你对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我突然想起来，他第一次见我时那种探究的、熟悉的眼神，原来不是错觉，他果然是把我当成了替身。不是的，你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承认，我确实因为你和他有几分相像，而多看了你几眼。但是后来我被你吸引，是因为你就是你，你的坚强，你的善良，你的倔强，这一切都和他不一样。林薇，我喜欢的是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他的表白深情而真挚，可在我听来却无比的讽刺。是吗，秦队长？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这些男人都特别了不起，可以一边怀念着心里的白月光，一边又对别的女人说着情话，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个人的好，又把另一个人当成排解寂寞的工具？对不起，我不是苏晴，我也不想成为任何人。我的人生已经被一个叫江哲的男人毁掉了，我不想再被一个叫秦风的男人再毁一次。我擦掉眼泪，转身就走。林薇，你听我解释。放手！我用力甩开他。我不想听，我一个字都不想听。我跑回公寓，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任凭他在外面怎么敲门，我都不开。我蜷缩在床上，把头埋在被子里，放声大哭。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人？是我不配得到真正的爱情吗？第二天，我向安全区提交了离开的申请。我想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我爸妈不同意。微微，外面太危险，你一个人怎么活？爸妈，我已经长大了，我能照顾好自己。是不是因为秦风？我沉默了。微微，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所有。秦风是个好孩子，他再好也跟我没关系了，我心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最终他们还是拗不过我。离开的那天，我爸妈来送我，我妈抱着我哭得像个泪人，我爸则把一个背包递给我，里面有吃的，有水，还有一把枪。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我点了点头，眼眶也红了。我背上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安全区的大门。我没有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秦风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离开，也没有看到他身边的秦卫国司令叹了口气，对他说：是，他跟你母亲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末日的废土广阔无垠，我一个人一辆车行驶在荒芜的公路上，前路漫漫，未来未知，但我知道我不会再为任何人停留，也不会再为任何人哭泣。从今以后，我只为自己而活。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为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我踩下油门，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疾驰而去。文明在重建，而我在路上。